美军用俄罗斯做对照，关注中国的士官制度建设，那么中国会不会也培养出一群能力强大的士官长？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用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对比，是目前美国军事理论研究学者们特别爱干的事儿。当然呢，我们很多人也在比，毕竟大家都觉得过些年解放军有可能在东南方向也接受考验，要检验一下这么多年的建设成果了。那么现在的比较就是为了将来的事情未雨绸缪。可能呢，大家平时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美国、俄罗斯在装备体系方面的差距比较，但是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其实还是在军事理论、思想方面的差异，再有就是各种制度建设。这些话题呢，可能在有些朋友看来不刺激啊，但是一支军队的这些建设如果走错了方向，或者是落实不到位，真上了战场，那马上就会被深深的刺激到了。美国的 Defense One 就是那个防御1号网站上近日发表一篇文章，是通过俄乌战争比较了美国、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兵员素质，认为在职业军人的培养方面呢，俄罗斯建设就很不到位，而解放军是在10年之前就开始了有意识的调整。他们认为有长久军旅生涯还有丰富经验的士官是美军战斗力的重要保障。美军呢，把士官队伍看成是军官和士兵之间的桥梁，也就是我们说的兵头将尾啊，这是美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支撑。有些老士官在部队里边地位相当高，一个高级士官上年龄的那种，可以把年轻的少尉、中尉当孩子骂。美国一个游戏还有电视剧《光晕》或者《光环》嘛，主人公就是斯巴达士官长。现在的美军呢，有点像我们当年的志愿军，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尽可能的把指挥权要下放到更低层级的。比如军官们要决定要不要夺取一个山头，而士官们就要去研究怎么去夺取。进攻过程中如果突然受阻，就由士官们判断如何克服这个障碍，如何绕过去。说白了，就是军官们依靠士官去解决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作为军官不用太多的担心微操。而俄军的士官呢，基本就是合同兵。志愿兵既然不能出国打仗，所以俄乌战场上士官就成了部队里边的最底层。他们不是帮助军官进行指挥的，所以就没法发挥兵头将尾的作用。结果什么事儿都是军官在管，这样的指挥结构就容易显得头重脚轻。俄军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自上而下决策机制问题。他们在战略层面可以做到灵活，但是战术层面通常被认为很僵化。比如上面的命令下来以后，基层的军官就不加调整的遵照执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就说，在动态战场上僵化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可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中国古代也说过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俄乌战场上大量的俄罗斯高级军官出现伤亡，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俄罗斯高级军官更倾向于上前线直接发号施令，亲自调查战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通讯手段没法让这个指挥体系扁平化，另一方面可能是俄军的高级指挥员不信任中层和基层军官的决策能力。那么说到中国呢，美军认为中国是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士官队伍，确保到了2049年人民解放军成为一个世界级军队。美国总结了中国的发展经历啊，中国是在90年代后期建立了第一个发展专业士官队伍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他们认为执行的不算顺利，所以2013年到现在士官队伍如何建设一直在摸索和完善。2022年2月呢，有了新的调整，现在士官这个称呼已经消失了，改称为下士、中士、2级上士、1级上士，还有3级军士长。这美国呢也很想知道中国的军事制度将会如何改革，会不会向美国那个方向学一学。在我看来，解放军这套制度要发挥作用，将来如何改革呢？可能真到了一个分水岭。现在我们的各级军事其实就是义务兵，类似俄罗斯的合同兵，多数军事就是老兵，并没有指挥职能，这一点就更类似俄罗斯军队。解放军的军事文化中也不是通过军事这个层级来体现战术灵活性和主观能动性，所以未来如何发挥这些老兵的作用，有可能在俄乌战后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毕竟指挥扁平化不仅仅要求通讯设备能够支持上下贯通，也要求最小的作战单元自身有良好的应对能力，这就势必要求各级的军事在战场上能够发挥极良的作用。另外，士官在解放军还是技术装备使用和维护保养的骨干。比如我的一个邻居，就是航天部的一个老哥，
就感慨过，说新装备到了部队，花了2到3年时间，把一个士兵培养到了精通装备的水平，结果人刚刚熟悉装备，到时间了退伍了，好不容易培养的种子就没了。所以呢，还真需要利用军事到军事长这个机制，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把人才留在军中。现在解放军的1级军事长不多，但都是高级技术人才，自带科技光环，是不是以后有可能会让更多的年轻军士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现在解放军和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随着全民教育水平、平均学历的提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这个普通士兵越来越多了。我另一个朋友就是给年轻战士培训步兵战车射击技巧，就说年轻的士兵啊更容易从射击原理上去理解装备，理解原理之后再掌握射击要领，出成绩就特别快。可见科学素养就是战斗力。好，关于通过美军的分析和关注，我们应该如何考虑解放军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